2020年1月11号，舰载型光辉 N 战机在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上成功起降，印度国内一片欢腾，并将舰载型光辉视为蒸汽机。不过，2年多时间过去了，却似乎销声匿迹，没了下文。事实上，光辉战机研发时间也非常长，甚至比维克兰特号航母更久，研制时间多达34年才服役。拖了这么长时间，不仅印度空军看不上，印度海军也在3年前正式表示，舰载型光辉无法满足作战要求，给他判了死刑。因此，有观察就认为，印度是在为后续研发载弹量更大的双发舰载型光辉积累经验。印度此前提出的双发 TDBF 就是基于光辉研发而来，但是对印度而言无疑困难重重。首先，将单发战机改为双发，机体结构、机体长度、翼展、翼面积、油箱、起落架等等都会发生连锁变化，而且飞控系统也要重新编写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简单的多装一台发动机就行，其难度不亚于重新设计一型新机。法国就曾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将单发的幻影2000改为双发的幻影4000。幻影4000的长度增加了20%，翼展增加33%，翼面积增加80%，最大起飞重量更是从17.5吨猛增至32吨，导致价格比幻影2000贵得多。最终无人问津，只造了1架原型机就歇菜了。印度的双发版光辉也会遇到类似问题，据称其最大起飞重量将达到23吨，远超只有13.5吨的空军型光辉 Mk1，以及17.5吨的舰载型光辉 Mk2。在重量激增之后，必须通过加大翼面积增加战机的升力，翼展要在基础版的8.2米增加到8.9米，机长则是从13.7米增加到14.6米。按照印度高层的设想，双发版光辉要拥有极其优异而全面的性能，甚至将比肩美军 FA-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机。从印度公布的概念图来看，双发版光辉采用了机背保型油箱，以改善腿短的毛病。而单发型光辉战机的内油航程仅800公里，在3代机里是最短的。在关键的武器系统方面，单发版光辉共有8个挂点，挂载能力5.3吨，对于轻型战机来说还是比较强的。双发型光辉则计划将外挂点增加到11个，机翼内侧下方的4个挂点还可以采用副式挂架，挂载能力明显加强。从以上这些设计来看，魔改后的双发光辉确实有较大提升，但能否如期完工进行试飞，外界不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由此可见，印度维克兰特号服役之后，必将面临很长时间的舰载机短缺的问题，想要形成战力，为时尚早。印度首艘国产航母历经23年建造，终于有望在8月15号服役。不过，由于该航母服役时间曾一变再变，外界认为真正的服役时间得等到宣布那天才可靠。请教一下杜先生，您对此如何看？印度的各种武器装备的服役周期，都是按照自己的口径确定。之前发布的信息的含金量几乎是0，无论是主战坦克的服役时间、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，包括之前轻型战机的服务时间，都是一推再推。它的技术不成熟，很多的技术节点，包括作战性能没有办法满足需求。那么到收尾的过程中，有可能还会遇到比较大的障碍。由于它的科技能力相对薄弱，而且在技术整合方面存在着若干问题，所以要想在某一个时刻形成综合作战能力，交给印军形成完备的作战能力，难度极高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。印度国产航母未来将搭载什么舰载机仍旧难产。目前的计划是购买法国阵风 M 或美国 FA-18EF 超级大黄蜂，以及采用国产的光辉。请教一下杜先生，您觉得印度最有可能选择哪一款？印度下一步有可能采取混合部署的方式，像国产的 LAC 战机，如果不采购，会引发印度国内的反弹。如果一定数量的装载，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印度的自尊心，但是它并不是实际作战装备。由于发动机数量相对较少，再加上载机的作战半径相对有限，所以它是个标志性的符号。下一步如果在美国和法国之间进行选择的话，有可能会倒向法国。他认为法国对他没有技术捆绑，而且之前空军已经引进了阵风战斗机。如果引进美国的大黄蜂或者超级大黄蜂战斗机，美国会在作战飞机上做手脚。
通过舰载机对印度进行捆绑。下一步，如果花重金向法国去采购阵风 M 舰载机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武器装备使用的自主权。除了海军舰载机以外，印度空军采购多用途战机的计划也发生变数，数量从114架腰斩至57架。请教一下蓝先生，您觉得究竟是为了印度制造，还是有别的因素呢？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印度国产的航空工业。因为它这个国产战斗机的话，跟进口战斗机，不管说苏35或者阵风或者是别的什么飞机的话，相比的话，它其实性能上的差距很明显了。无论是航程、载弹量，还有航电设备，或者是整个飞机的这个速度、高度，还有这个机动能力的话，它其实也只能算是一个4代机里面的中游水平，而且它还是一个超轻型机。那么这印度这国土的话，面积其实很广大。那么像这种印度自己造的战斗机的话，其实并不太适合这个印度空军自己使用。那么印度的这个空军的话，可能现在是有这样一个打算，就是说，后来我不自行研制的，由外国研制，但是由印度自行制造，这样也可以吧？